订婚宴上，未婚夫的金丝雀一个电话就把他叫走了。事后，他挑衅我说，我们才是真爱。郑玉为了追他，可以截停飞机，可以放弃商业联姻，可以豪掷5个亿，只为在劫匪手中看他一眼。我又算得上什么？我浅笑不语，自以为被爱的可怜虫啊，真是期待他梦碎时分的表情。郑先生他不见了，服务员慌张地跟我报信。我漫不经心地拢拢头发，看着全身镜里1个亿的造型，满意地欣赏起来。不见就不见了，告诉宾客移步楼上大厅，让我们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盛大舞会。我花费1个亿的造型，怎么可能就打水漂没了？订婚宴报改名流舞会，就算不合时宜，在场的众人谁又敢当着我的面多嘴？我言笑晏晏，亲自主持了这场舞会，看清了众人脸上的疑惑不解，也不多做解释。果然没有人敢智慧，大家就像早知道这只是场普通的名流舞会般，神情自若地走完了全流程。宴席散去，宾尽主欢。郑玉赶在订婚宴上玩失踪，我自然不可能不去要个交代。2家长辈对我临场发挥处理问题的能力很满意，但与此同时，对郑玉的玩闹就越是愤怒。荒唐！你都多大的人了，这是什么场合，你都分不清吗？天塌了的大事需要你抛下小月亲自去。郑老夫人猛敲拐杖，满脸怒意地斥责郑玉。郑老爷子走得早，当年正是周遭豺狼虎豹环伺，是这位老太太以雷霆手段施威，稳住了郑氏大局，也压下了不少狼子野心。在上流社会，没有谁不敬她2分，即便她现在老了，眼睛浑浊了，但可不代表她糊涂。郑玉与我的婚姻就是这老太一手促成的。郑玉低垂着眉眼，姿态恭敬，她眼下乌青发黑，眼里血丝密布，一看就知道数夜未睡，精神萎靡。他沉默不语，老实地接受老太太的训诫，这是他一贯的作态。在长辈面前，他最是会端知错能改的懂事人设。老太太骂了许久也骂累了，加上郑夫人一直在旁边好言相劝，她听得也是厌烦，转头对我又挂上一副和蔼的笑脸。小月呀，是郑玉这混小子对不起你，要打要骂都随你。你们青梅竹马，你也知道这小子有时候脑抽犯事，本心却不坏。你看这事你想咋解决，都让他给你个交代。我正欣赏自己新做的美甲呢，突然被点到，只好微笑应付。我是没什么，阿玉经常给我这么个惊喜，倒也习惯了。只是我爸妈比较疑惑，特意托我来问一句，郑家是对我还是对我裴家有什么意见吗？尾音落下，室内落针可闻。谁敢对裴家有意见？裴家是海城的科技新贵，却最是不能得罪。裴家在裴总手上起家，短短10数年，扩张数十倍不止，压得海城一众老牌世家都要避其锋芒。裴总的3个孩子，最不争气的就在他们面前坐着。可即便是这最不争气的一位，前几年进军珠宝行业，也一跃成为其中数1数2的存在。郑老夫人原先中意的联姻人是我的大姐，很可惜，我姐看不上郑玉。郑玉的能力虽强，但也确实配不上裴家的继承人。退而求其次，我是最好的人选。裴月，这是郑玉今天来第1次发话，有什么我们私下说。他隐晦地看我一眼，眼神阴翳。我眉头轻轻一挑，心道有意思，倒也乐意卖他这个面子。好，那我们就自己解决，不劳烦各位长辈了。说吧，订婚宴出逃几个意思？给我甩脸子！我环胸而立，目光不善地盯着他。郑玉抽出一根烟点上，猛吸了2口，在我厌恶的目光下又扔在地上，用鞋尖碾灭。柳安若怀孕了，我轻嗤一声，关我屁事。那是你的金丝雀小情儿，我又没本事让她怀上我的崽。而且我记得我警告过你，和她断干净点。我不在乎你和谁好，但我讨厌麻烦，她看着可不安分。你一直看不起我。郑玉鬼差神使的来了一句题外话，我自然而然地应下，我不觉得你有哪点值得我高看。郑玉低笑2声，那为什么同意和我结婚？我需要个名义上的丈夫，你也需要个名义上的妻子。
好巧不巧，这个丈夫和妻子最好能给彼此带来巨大的利益。我的回答太理所当然了，让郑玉像个疯子般哈哈大笑。我正要上去踹他两脚，他突然阴霾下脸问：那你相信爱情吗？我嗤之以鼻，蠢猪才深信不疑。那天郑玉像喝醉般强拉着我聊了许多，他跟智障一样，不停拐着弯谈什么爱不爱的，听得我耳朵生茧。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对柳安若就抱着玩一玩的心态，现在也许我得改观了。最后我们达成了某种奇妙的共识，婚姻仍旧进行，但要在柳安若生下这个孩子之后举办。我照旧每天吃喝玩乐，花钱如流水，过着极尽奢靡的生活。心情好了，去公司上2天班，尽总裁的义务。大概也是出于某种奇妙的亏欠，爸妈兄姐往我卡里打的钱越来越多，我花钱如流水的速度都快跟不上了。我日日沉迷梦乡，醉生梦死，都快忘了今夕是何朝。也没想到麻烦会这么不期而至。宴会结束，被灌了不少酒的我脚步虚浮，神志还算清醒，懒懒地靠在一个男人的肩上，让他搀扶我。落魄豪门李家的小公子，我知道他在打什么鬼主意，我也乐得陪他玩，看他还算干净的份上。这时有人挡了我的路，我散漫的纤纤眼帘，不认识。女人妆容明丽，身形高挑，脚下踩着和礼服不搭的平跟鞋，神情却颇有点高傲的意味。裴小姐，久仰大名，今天总算见面了。我不认识，但也知道来者不善，出声呛道：我日日出席各种宴会，怎么今天才见到？怎么，你以前是没资格出席这种宴会吗？女人被呛到，说不出话反驳，因为我句句都在戳她痛处。我是柳安若。她说出这句话时，下巴微微抬起，尽显高傲姿态，好似我就该认识她一般。没听过，好狗不挡道。滚开！柳安若气到脸色有一瞬扭曲，但很快她就重新拿捏起姿态。我今天只是想来劝裴小姐一句，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就像不合脚码的水晶鞋，外人瞧着风光，实则备受煎熬。我扑哧笑出声，实在忍不住挑逗。那有没有人告诉你，没有名分的女人叫小三，没有名分的孩子叫私生子呢？柳安若脸色煞白，我句句如刀，在剜着她的心肉。裴月，我和郑玉才是真爱，你才是那条挡道的狗。你就一点不好奇，你们订婚的那天，郑玉跑掉去做什么了吗？我掏掏耳朵，大概是和某个见不得光的臭虫幽会吧。他眼光一向很烂，口味也比较独特。柳安若气到额角青筋突起，但他没忘记自己的目的，还是强捏着得意洋洋的嗓音。那天我留下孕检单，坐上出国的飞机。阿玉截停了飞机，亲自跑来挽留我。我恍然大悟，我就说郑玉怎么闲来无事找我借了一笔钱，原来是截停飞机后的封口费和赔偿他讨不出了。装逼一时爽，口袋不行别硬装。我颇为好笑地看着他，犹豫要不要把这个真相告诉他。我真期待郑玉在金丝雀眼里形象碎一地的场面。想一想，算了，还是不坑合作伙伴了，显得怪没有信誉的。柳安若见我久不说话，以为拿捏住我的命脉了。阿玉都和我说了，你们之间毫无感情，纯粹利益合作者。我暗暗赞同，这倒是真话。竟然如此，裴小姐又何必死扒着他不放呢？每个人都该去追求自己的真爱，阿玉已经遇上了，裴小姐又何必强求一个不爱你的人留在身边？的深不得心的故事太老套了。我惊愕，你说我死扒着他不放，我都快气笑了。郑玉这智障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，为了安抚他的金丝雀，抹黑我是张嘴就来。柳安若对我的反应嗤之以鼻，不然还是阿玉舍不得你吗？裴小姐就这么喜欢插足别人的爱情？我真心实意地笑了。郑玉找对象的眼光和他的人品一样烂到无法言喻，分不清谁是大小王。容我好心提醒健忘的小三小姐，我和郑玉的婚约，整个海城上流社会人尽皆知。订婚宴取消，不代表婚约取消。谁是三儿，我希望对方有点数。柳安若不敢置信，尖声锐叫：你还要和阿玉结婚？裴月，你贱不贱啊？我没烧轻佻，开放式婚姻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土鳖！柳安若气到胸口起伏不休。他今天特意堵人的目的就是膈应我，好让我有自知之明，放弃郑玉。
可他怎么懂？像我们这种人，结婚图的是背后的家族势力，至于婚姻当事人是什么狗屎样，都无所谓。我和郑玉的默契就在于各玩各的，谁都别管谁，别把麻烦带进婚姻是底线。但柳安若似乎并不能明白这个底线，她面色铁青，颜色艳丽的红唇微微发颤，努力地想通过贬低我找寻破碎的尊严。裴月，你不就投了个好胎？除此之外，你还有哪点拿得出手？阿玉是郑氏唯一的继承人，她能力相貌样样出类拔萃，你有哪点配得上她？除了吃喝玩乐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？他不爱你，你也不爱他，你们既没有爱情，也毫不相配，你怎么还有脸和他结婚？这点伤害值太低了，完全激不起我任何波澜。我还没来得及张嘴上绝杀，李铎先憋不住呛声：他配不上郑玉，他配不上你又有资格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就是个网红吧，靠舞蹈综艺火了一把，天天就知道营销和神秘富豪男友的日常。郑玉知道你用他引流赚钱吗？我惊讶，你怎么都知道？李铎冷哼，他签在我朋友的机构名下，之前妄图勾引我兄弟没成功，谁知道怎么和郑玉搞上的？柳安若没想到半途杀出个李铎，把他老底都掀开了，顿时气得脸色涨红。他慌乱倒退2步，脚步错乱，险些没站稳，下一秒又弓着身子捂住小腹，面色痛苦，微微扭曲，呻吟道：肚子好痛，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我围着变脸之际大叹精彩，猜我也能猜到套路怎么走了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郑玉震怒的声音传来：裴月，你在干什么？郑玉英雄救美的特别及时，高大的身躯为摇摇欲坠的柳安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。他神情紧张，小心翼翼问：若若怎么样？柳安若泪眼婆娑，楚楚可怜的抬眸看他：阿玉，我的肚子好疼呀！那尾音一波三折，听得我鸡皮疙瘩落一地。我带你去医院。郑玉男友力爆棚，直接把她拦腰抱起，来个华丽的公主抱。走之前甚至不忘对我放狠话：裴月，你违约在先，若若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违你是问，违你爹的约。李铎翻了个巨大的白眼，他俩是才出院吗？我深以为然，兴致败坏，在李铎失望的眼神中，我和他挥手 say goodbye。回到家中，出乎意料，大半夜的，一家子整整齐齐等我。啥日子啊？我今天这么大脸，我调笑打趣，伸手接过保姆递来的热汤。大姐眼皮子微掀，一开口威慑十足，又去哪里鬼混了？当着家人面，我就是个放荡不羁的浪子，嬉皮笑脸不正经。能去呢？徐太的生日宴你们都不乐意赏脸，我这不做代表去露面吗？徐家还值得你亲自去赏脸？大姐冷哼一声，他不是追着郑玉去的吧？我无奈耸肩，我还真不知道他也在。我妈是个温婉的美人，她细长的眉微微蹙起，柔声问：月月，你告诉妈妈，你对郑玉到底什么想法呀？没想法，就普通未婚夫。可是他和外面的女人连孩子都搞出来了。妈妈声音里充满了迟疑。他们的消息可真灵通啊。我抓抓头发，习惯了。裴家几个大情种理解不了我的婚恋观。我觉得有必要说得更直白点。爸妈，我真不介意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给郑玉生孩子的。哦，不对，我这辈子就没打算生。但郑玉要个后代，何不如让他挑个自己喜欢的，省事省心呢？我知道我的观念很难为大众接受，但没办法，我就爱这么干。我不爱郑玉，他也不爱我，但偏偏我们结婚能带来巨大的利益，而这份利益恰是我们都渴求的。这么看来，我们天生一对儿。妈妈唉声叹气，她的想法是，如果我不是爱郑玉爱到失智，为什么不肯取消婚约呢？你长大了，有自己的想法是好事。爸爸总于开口了，他声音沉稳有力，但我希望你分得清在自己心中什么更重要。我乖巧点头，我知道分寸的，重要的我不知道，但反正不可能是爱情和婚姻。好说歹说才把他们劝回房休息。我喝着醒酒汤，在客厅坐了一会儿，看完堆积的短信后才打算回房睡觉。
我放轻脚步走过楼廊，向3楼尽头的房间走去。没想到，在路过一间房时，听到了轻微的嘎吱声。我侧头，看到大姐穿着浴袍，目光幽深地盯着我。我眨巴眨巴眼睛，乖乖叫道：“姐，你还不睡啊？”大姐沉默地盯了我许久，只盯得我头皮发麻，头脑风暴般把自己最近1个月干过的混账事全过了一遍。也没有什么很过分的呀，哪里又惹着这位大魔王了？我不解，也不敢开口。我从小到大天不怕地不怕，每遇上大姐立马怂。裴月，大姐嗓音微微嘶哑，语气很是郑重。我立马站直，挺起腰杆。你说，我不认为自己废物到需要自己的妹妹去联姻才能撑起裴家。我不需要你们为了裴家有任何牺牲，那只会证明我的无能。我松了口气，多大点事儿？我语气轻快，对我而言，这可不算牺牲。我知道你们无法理解，但在我看来，婚姻本身就是可交换的价值。我用一个在我看来一文不值的东西，去换一个无可衡量的未来，这跟牺牲可无关。大姐眉头蹙出深褐，你真的不爱郑宇？我歪头，笑得不怀好意。与其说爱他，不如说爱的是正式继承人的身份。我的未婚夫叫正式继承人，未来我的丈夫也该是正式的掌权人。为什么？大姐逐渐开始平淡，但她还是疑惑。我毫不闪避地对上她的视线。姐，我的婚姻和你的自由一样，只配当成功的垫脚石。大姐和我对视良久，最后哀叹一声，先败下阵来。亲姐妹，我不想和你说谢谢。她拍拍我的肩膀，祝你成功。我勾着嘴角，祝我成功，我的事业必然也该红红火火。和正式联姻会助裴氏跨越一大步，这本来也是我的目标。而和这个相比，其他的一切都显得渺小。但好像有些人看不得我轻易成功。我目光森冷地看着带热字的热搜词条，华企3000金私生活下划线多男一女。我冷呵一声，点进去，发现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照片。所谓多男一女，也不过是我跟不同的玩具们出入各种高档场合的照片，其中也包括那天的李铎。拍摄角度都很刁钻，看着不像是热吻就是调情，而且多男一女的词条显然很暧昧。我面目沉冷地翻着评论区，有钱就是好啊，这男人如衣服，说换就换。我是来看这个多男一女的吗？我想看什么爆料人不知道吗？再上点劲爆的，不然撤热搜了。华企董事长之前一直营造爱妻人设，小裴总也营销夫管严人设，没想到家庭败类出在这了，笑了。想起来之前那个热搜情种生于巨富之家，华企二少好像也有个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，有人就把裴家都盘进去了。结果人家3000金现在暴风打脸，这私生活非一般混乱啊！看左下角的拍摄时间，间隔最短的竟然只差5个小时，这用完就甩也太明显了吧！别说三公主的审美挺多元化的，这个个都帅得别具一格。WOC， 我可听说华企和正式公子有婚约呀，这算公然出轨吗？楼上八卦交出来，什么婚约哪家正式公子？快说！我压着眉心狠狠揉一揉，虽然只是普通的绯闻轶事，但风向可不好。我赶紧和大姐通了个电话，商量撤热搜的事，确保华企没有因此事影响了股市和口碑。电话甫一挂断，顶窗就跳进来一条新消息。我点开，眼睛黑沉的字字读完，砰！手机4分5裂。我屈指顶着眉心，压低声音冷笑：柳安若还真是不知死活。还有背后给他撑腰的人，我就不信了，没有人推波助澜，他一个小网红能有天大的本事把我送上热搜？这些家伙一个也别想逃！哗啦，玻璃碎落，浓稠的酒液在地上蔓延开。我居高临下的冷睨着郑宇：我最近是不是太给你脸了？有胆子暗算我？郑宇脸色颓靡，他失控地抓了抓头发，额角破开的伤口都不顾，任由血液流淌。不是我，他嗓音嘶哑，是那个私生子，我爸把他认回来了。哦，我冷哼，郑宇，你现在已经废物到连一个私生子都解决不掉了吗？
我和郑家的私生子素不相识，但和郑玉却是未婚夫妻。郑家私生子摆明是冲着郑玉来的，我不过是顺带。郑玉沉默不语。最近郑家很乱，柳安若也一闹再闹，他的事业和情感都不顺利。我爸很疼他，给了他不少资源和人脉，让他野心膨胀了。他这么做是想破坏我们的联姻，断我羽翼，或者说他想取而代之。郑玉终于开口，目光冷沉地与我对视。与我何干？郑玉，你要明白，我裴月要嫁的人不是你，而是正式继承人。换句话，婚约如期进行，在这之前，谁有本事坐上继承人的位置，我的新郎就是谁。而之后，华启自然会出手帮他扫平一切障碍。我冷血地告知真相，没从郑玉眼中看出意外。从最开始，我们彼此就明白，这份婚姻是纯粹的利益交换，不掺杂一丝真情。临走之前，我回头在望里眼郑玉，在昏暗的沙发角落，他的下颚紧绷，嫣红的血液顺着侧脸滴落，平添一分狠戾。我好心给了一句忠告：郑玉，别告诉我你能坐稳正式继承人这个位置，是因为前27年你爸没有第二个孩子。心慈手软，就退出这场游戏，我保证不嘲笑你。我不清楚郑玉话里有几分真假，但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无论推波助澜的幕后推手是谁，他姓郑，我就不方便亲自下场出手教训，让他们内斗，争个你死我活，省了我的力，还能暗地里使点绊子，又不担心招人记恨。我嘴角微勾，心里做好了盘算。那几句话的分量有多重，我最清楚。今天之后，郑玉和私生子兄弟的争斗会正式拉开序幕，利益最大化才是我所擅长的。为了让我的未婚夫专心内斗，分出个胜负，柳安若这个小跳蚤还是由我分心解决吧。我向来是个体贴的未婚妻，郑玉对柳安若保护得很好，拿到他的一手消息属实，费了我一番功夫。天则湾，寸土寸金，郑玉出手还真是阔绰。我随手翻了翻资料，鄙夷的嗤笑出声。陈舟翘着脚坐在沙发上，嘴里叼着根未点火的烟，咬字含糊。这个小网红怎么惹着你了？费得着劲亲自搞他。你裴大小姐一个眼神示意，多的是人愿意赴汤蹈火逗你开心。闲得发慌，顺道瞧瞧郑玉的眼光，我可不想最后和一个鼠目寸光的人联姻。陈舟乐道，第一句才是真话吧？你之前不从你姐手下揽了华启的半岛芯片链吗？那玩意儿现在可是华启的重大项目之一，你姐那么信任，全权托付给你了。结果你说你在这闲得发慌，我拿起一根笔扔过去，用得着你教我做事？难得找点乐子怡情，还得被人教训，坏我心情。陈舟失笑，举手投降。行行行，我的错，我赔罪。大小姐有什么吩咐？尽管使唤奴才。我嘴角上扬，不怀好意开口。柳安若不是很在乎形象吗？古典舞女神，高知家庭的大家闺秀，神秘富豪男友的心尖宠，这些标签可真是光鲜亮丽呀！我也想送她一份别样的惊喜。陈舟猛地打了一个寒战，啧啧开口：你这么笑还真是令人胆寒啊！热搜又爆了。杭门歌舞团内幕，下划线舞姬上位时点进主页，是一段高清的视频。几位身材姣好、容貌过人的女子在舞台上笑脸盈盈地跳着风情万种的舞蹈，不算露骨，却甚是妩媚动人。镜头一转，稍显模糊，但眼尖的人还是能看清视频里台下的几位观众。很快就有人把脸对上号了，发现竟然都是富豪榜上耳熟能详的众大佬。哇夸，这么劲爆，这就是有钱人的奢靡生活吗？让我过上一天，就算是开豪车住豪宅，我也愿意呀。背的胆，谁放上热搜的？我们王总很生气。浪浪还不撤热搜？你挂错链接了，你知道吗？想吃我们王总做的炒鱿鱼吗？我刚扒拉了下某榜单，对上好几张人脸，我勒个豆！谁呀？连这群人都敢爆料，你们关注点在哪？就我好奇那个舞姬上位史吗？这说的谁呢？我知道。我刚看了20多页 PDF， 总结一下：某位舞姬被某富豪公子看中，亲自开口从人家手里要来了人，然后当成金丝雀养，
重点来了，听说还是见不得人的那种关系。楼上，我好像知道是谁了，浅吃了几口瓜，是不是某柳姓网红啊？我知道他视频定位不是天泽湾吗？评论区留言都是尊贵的天泽湾业主，人家不是和富豪男友感情很好吗？她男朋友有时候还会在直播间里讲话呢，别自欺欺人了。这视频还不够高清吗？对着脸比两下都知道谁是谁。他要真是天泽湾业主，至于在这里给人大跳艳舞，我一手去着指尖敲击桌面，一手翻看评论区。操控舆情谁不会？放几个评论进去，透点真真假假的料，剩下的网友们会自行脑补，毫不费力。柳安若要是老老实实的当郑玉的小金丝雀儿，不跑到我面前来碍眼，我不介意郑玉养他到死。可惜他动了不该动的手脚，妄想上位我倒不在乎，还乐得花时间逗逗他消磨时间。但和我耍心眼是一码事，因此影响到裴家又是另一码事。裴家的一切，无论父母兄姐还是华启，都是我裴月不容侵犯的底线。谁敢动，就要做好付出惨烈代价的准备。我敲击桌面的指尖一顿，想了想，点进视频平台，果不其然，柳安若开启了直播。也对，影响太大，就算他不急，他背后的 MCN 机构也该急了。柳安若化了个淡妆，一副清冷仙气的模样，与我那天见到的明艳张扬截然不同。她矜持地挽了挽耳畔的碎发，声音清冽，不过是 AI 视频合成罢了。评论区那些引导性语言，摆明了是有人想搞我。我今天只是给大家做个声明，这种事我柳安若不屑干。我家本身也不缺钱，和我男朋友也是门当户对，何必自甘堕落？这件事到此为止，不要再在我的评论区讨论了。至于幕后推手，我的男朋友已经决定发律师函警告，他会为他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明白造谣可不是零成本的，我忍不住笑出声。都这样了，这姐还端着一点都不急呀？他是没看最新热搜，已经有业内大神出来验证视频不是换脸，也不是合成，而是实打实的拍摄吗？至于郑玉，他现在前院着火严重，可没精力来关心他家小金丝雀的处境。郑家私生子本质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，他那点实力在海城一众富二代中完全不够看，更别说和郑氏精心培养27年的继承人比了。不过很遗憾，那位是郑玉他爹初恋的儿子，初恋已死，留下的唯一一个种自然身的郑董偏宠，有郑董的偏心，郑玉对付私生子明显吃力不少。我看着某人发来的求救短信，冷喝一声，请人帮忙还不肯放低姿态，明摆着问题不大，那还是自己解决吧。我哼着小曲关掉直播，任劳任怨去忙我的工作了。至于无关紧要之人的死活，关我屁事。因为有业内大神的打脸分析，柳安若的澄清直播似乎没起任何作用。听说他去找郑玉帮忙了，可连郑玉的面都没见着。郑玉现在的处境难到什么地步呢？在没有婚姻加持的情况下，他竟然愿意转一部分财产到我名下断尾求生，可笑又可悲。他还是有翻盘的底牌和筹码的，不然他不可能不清楚，一旦他败北，我会带着他转移过来的资产转身和他的好哥哥郑乔联姻。我倒是愿意相信他在蓄势。郑父毕竟掌控了郑氏数十年，就算他郑玉是大家认可的继承人，但到底也只是个继承人的头衔。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，柳安若竟然会和郑乔合作。他又受邀参加了一档综艺，在综艺里表现得温婉大气，出手阔绰非凡，私服各个档次拉满。一时之间，网上的洗白水贴层出不穷。柳安若疯了，还是郑乔疯了？又或者我疯了？这两人咋会搞到一起去？柳安若怀的是郑玉的种，而不是郑乔的，你确定吧？陈舟在我耳边咋咋呼呼叫嚣，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两八竿子打不着，不，甚至可以说是敌对关系的人能搞到一起合作。两个猪脑袋，我低骂。柳安若只想搞我，顺道给自己加码，配得上郑少奶奶这个称呼。至于别的，他的脑容量怕是不够。看来是吃定郑玉非他不可，敢这么作妖了。陈舟暗自摇头，郑玉坏事在英雄难过美人关啊。呵，
吃定。我看他是信了郑乔亲兄弟没有隔夜仇的鬼话，以为讨好郑乔能让郑家人对他的接纳度更高吧。陈州震惊，不可思议的喃喃，不可能吧，真的有人能蠢到这地步？我斜睨他一眼，有什么不信的？郑乔不一样愚不可及，以为接近柳安若就能套到郑玉那边的资料消息，他还不如花点心思来讨好我，我还能帮他搞个正式继承人的名头当当。陈州嘴角微抽，那郑玉不得来跟你拼命，咬都要咬死你。我怕他也是个猪脑。Mad， 一想到以后我要和郑家一群猪脑玩就烦，我难得不顾礼仪风度开始爆粗口。现在事情的混乱程度让我心烦意乱，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汤哪趟浑水搅局。裴月，我现在都有点看不懂你，你到底是想搞柳安若，还是想搞郑玉，又或者是帮郑玉搞郑乔？我想把他们全部摁死。我语气暴躁，把陈州吓了一跳。过了不一会儿，我才缓和过来，平复了厌蠢症带来的狂暴情绪。华启和郑氏再怎么合作，也不可能融为一家。我自然希望郑家这水是越浑越好。我冷静下来给陈州分析，结婚了就意味着真正站队了，我不可能跟着外人搞自己丈夫。但挂着未婚妻的头衔，我爱干什么可没人管得着我。陈州眼皮子直抽搐，郑玉要娶你可真是跟赌一样，一不小心老本都得搭没。可他不还是求着要娶我？我嘴角略弯，你以为他还有的选？郑家两位少爷忙着互相掐架搞对方，倒方便柳安若来找我麻烦了。他小腹微隆，却故意挺着腰抚摸着肚子，一副矫揉造作的姿态，搞得好像马上临产似的。裴月，之前的热搜是你在搞我吧？他信誓旦旦地开口。证据呢？没证据张口可是诬陷。柳安若冷哼，郑少都告诉我了，你别想否认。裴月，嘴上说什么不爱阿玉，也就骗骗你自己吧。但可惜了，阿玉最爱的是我和宝宝，你这辈子都只能当个局外人。我绕绕头发丝儿，眨着眼睛望着他，是吗？那真是太可惜了。婚礼上阿玉穿新郎服的模样，你这辈子都见不着了。柳安若脸色有一瞬间扭曲，我和郑玉的婚约是横梗在他心中最坚硬的刺，哪怕郑玉做了无数保证，他也如鲠在喉。裴月，你等着吧。阿玉说过，不会让我的孩子无名无分。我更期待堂堂华起3000金，成为下堂妇被抛弃的怨妇养。男人的嘴你也信，不过安抚你的把戏罢了。同为女人，真是为你感到可悲可叹。裴月，我和阿玉情比金坚，你休想挑拨我们的感情。我淡笑不语，低头抿了口茶。刚刚柳安若脚下失控，踉跄2步才站稳，小腹动了动，我还真怕3言2语刺激的她当场流产了。到时候郑玉没了种，不会让我来生吧？那就得不偿失了。我挽挽鬓边的碎发，踩着高跟越过他，转头招手对着远处避嫌的 SA 说，把我刚似的包起来送到这个地址。 SA 立马笑开了颜，是的，裴小姐，您本次共消费767万3000元。柳安若在一旁后槽牙都要咬碎了。郑玉给他的零花钱1个月都才50万，可现在他眼睁睁看着最恨的人在他面前为了2块破石头云淡风轻地刷卡700多万，心里既是恨又是痒。如果他成为郑少奶奶了，是不是也能像裴月一样刷卡不眨眼，成百上千万说砸就砸？我瞥了眼心有不甘的柳安若，不屑地移开视线。就算没有我裴月，郑家全家上下脑袋被猪拱过，才会允许柳安若过门。裴家算是上流社会最有人情味的了，好歹出了几个情种，我仅能算特例。但郑家上下那都是利益捆绑在一起的，个个没有心。让郑家老小允许灰姑娘过门，还不如指望财神爷下金子雨现实点。不过柳安若喜欢做梦，谁又能拦得住她呢？被绑架了，而且还是和柳安若被一起绑架的。我轻嘶一声，后脑勺有些疼，一进停车场就被人从背后来了一下，毫无防备。我动了动，发现自己被麻绳捆绑住，挣脱不得。扭头一看，就看到面目惊恐的柳安若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会在这？裴月，你个贱人，是不是你害我？我翻了个天大的白眼，
拜托大姐，我也被绑着呢，动动你脚趾大的脑子想问题好吧？闭嘴！低哑如老旧风箱的嗓音沉闷响起，一个留着大络腮胡、眉毛粗浓的壮硕男人不知从哪冒出来，嘴里叼着根烟，上来给了我和柳安若一人一脚。死娘们哪来那么多废话？绑匪呸一声，盘腿在一旁的地上直接坐下。啊！柳安若怀着身孕，被踹了一脚，身体猛倾撞到了墙上，顿时惊叫出声。我蹙眉冷静问：你要多少钱？老子是缺钱，但老子不要你的钱。绑匪阴狠冷沉，语气狠厉。臭婆娘老实待着，等郑玉那小子来了，老子再考虑是杀是砍。你和郑玉有仇，是他把老子逼上绝路的，老子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我知道郑家不差钱，用金钱威胁那小子，对他不痛不痒。绑匪阴笑两声，让我脊背发寒，一时竟猜不出他的目的。我和郑玉没关系，她才是郑玉的女人，她是郑玉的未婚妻，整个海城都知道，你抓她就好了，快把我放了！柳安若疯癫地大喊出声。绑匪抄起一旁的扳手砸在他腿边，吓得柳安若顿时噤若寒蝉。臭婆娘，吵死个人！老子能不知道你和郑玉那点破事？老子就盯着你来的，你不怀着郑玉的孽种吗？我倒要看看你在他眼里算个什么东西，值不值得他救？我看了眼窗外的天色，就选择闭眼不去听他们俩的吵闹，心里盘算着时间，同时计划着，如果绑匪不是图钱，那就只能是图命了。我可不敢把自己的命交到郑玉的手中。几个钟后，郑玉出现在了半山。我在狭小的库房透过门缝看见他的影子后，暗骂一声蠢货。他竟然是一个人来的。绑匪起身掸了掸灰，叼着烟斜眼看郑玉：你可真是让老子好等啊！郑玉喘着粗气，沙哑开口：他们在哪？你要多少钱？怎样才肯放过他们？绑匪不慌，他淡定地从裤腰间抽出一柄手心雷。郑玉瞬间汗毛倒立：你要杀的是我？不，我不杀你。绑匪阴桀桀地笑：我要10个亿。可以，我现在就能让他们转给你。放人！绑匪伸出根指头摇了摇：不，10个亿，你只能救一个。郑玉眉心拧出深深的沟壑：你要20亿？我给得起，你也未必收得起。人心不足蛇吞象。不，我只要10个亿，你也只能救一个。绑匪笑呵呵地说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：你害得我妻离子散，郑玉，同样的痛苦我也要让你亲自体会。好了，现在是选择时间，到底是青梅竹马的未婚妻，还是为你怀胎孕子的小情人？郑大少，10秒内给出你的答案，不然掌心雷会崩掉2个脑袋，2尸3命。我闭上眼，根本不需要犹豫，我都知道郑玉会怎么选。这种选择摆在我和柳安若之间，属实没必要，又不是苦情戏里的女主和白月光，男主还需要犹豫痛苦挣扎。郑玉怎么选，我们3个都心知肚明。真没意思，这绑匪玛丽苏剧看多了吧，整这死出。柳安若这名字出来，我都有种尘埃落定的安心。Map 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一辈子冷心冷情惯了，没想到栽到这。我暗自嘲弄自己一声，一直觉得和郑玉没感情就是好，现在倒好，人家都不带犹豫的就把我这个塑料未婚妻放弃了。绑匪大笑出声，状似癫狂：郑大少可真是毫不犹豫呀，这就决定好了，我都还没数呢。柳安若，我选柳安若，你不要伤害她。我可以给你钱，要多少都行。这张卡我先给你5个亿，让我进去看他一眼。郑玉急切焦灼的声音让我觉得遥远而冷情。好，既然你做出了选择，那人可以带走了，只可惜另一个小美女要留下陪我好生玩玩了。哈哈，这辈子能玩到你郑大少的女人，我也算是没白活。我被绑匪抓住头发提溜起来，平静无波地看着郑玉和柳安若2人深情拥抱。郑玉颤着手给柳安若解绑，小心翼翼如对待精美瓷器般抱起她，柔声细语的安抚。他抱着人从绑匪身边越过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冰冷的掌心雷抵在我的太阳穴，我不敢动弹，只眼睁睁地看着他2人渐行渐远的背影。然后
就是粗重的呼吸响在我的耳畔。阿玉，裴小姐会没事吧？柳安若蹙着柳眉，抚着隆起的肚子，假惺惺地关心道。郑玉下颌紧绷，抱着她的双手稳稳当当。我报了警，应该没事。他不重要，我现在带你去医院，你和孩子千万不能出事。柳安若心里发软，她先臂揽过郑玉的脖颈，靠在他胸膛，侧耳听着他反常的心跳声，那一声声急切的跳动都是在为他心动。郑玉爱的果然只有他。裴月一死，等孩子生下来后，她就可以做名正言顺的郑少奶奶了。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跟她抢阿玉了。柳安若和郑玉度过了甜甜蜜蜜的数个月，大概是劫后余生，郑玉对她的紧张感直线上升，恨不得绑在裤腰带上带着出门。他们虽不是夫妻，却胜似夫妻，甜蜜生活只静待爱情结晶的降生。冬日跨年夜，柳安若怀胎10月，终于在这日等来了胎儿发动。阿玉阿玉，我怕。郑玉细细吻着她的嘴角安抚，若若你要坚强，我在外面等你，等你和宝宝。我们一起过新的一年，和宝宝一起，从今以后我们一家3口长长久久。柳安若含着泪点头，在郑玉心疼不已的注视下被推进了产房。郑玉被挡在了产房外面，只能坐在长椅上焦急地等待。时间一点一点流逝，不知过了多久，手术室的灯终于变了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满目希冀地看着医生。医生目光沉痛，冲他遗憾地摇摇头。先生，很遗憾，产妇生下胎儿后突然血崩大出血，我们尽力抢救了，但仍然没能保住。郑玉唇瓣苍白颤抖，似乎不敢置信般踉跄倒退2步，却又在看见护士怀中尚在襁褓的瘦小胎儿后蓦地失声痛哭。他声音凄惨悲戚，肉眼可见的绝望无助，情绪感染力极强，让旁观的路人都禁不住带入他的悲伤。后来他失魂落魄地回到待产房收拾柳安若的遗物。哒哒哒，我踩着高跟鞋走进来，关上门，注视着他空洞洞的眼神，忍不住耻笑出声。奥斯卡真的欠你一座小金人。你来干嘛？郑玉皱眉，很是嫌弃。来看看你是多狠心的一个人啊！我姐把鹿苑庄园送我们当新房，那么大的地儿，你养个小金丝雀我也不会在意。难得郑少有心动嘉宾，我也不能不成全，对吧？郑玉低垂眉眼，掩饰了情绪。可惜他没有住鹿苑的福分。我嘲弄一声，这可真是意料之外啊！没有什么好意外的，从他和郑乔合作的那天起，结局就已经注定。郑玉，人人都道我裴月冷心冷情，不通人情冷暖，可谁又知道光风霁月的郑大少才是真正薄情寡义之人。所以我们2个冷血动物天生一对，不是吗？郑玉似笑非笑，之前悲痛的情绪早就一扫而空。是啊，所以期待1个月后的婚礼，我的新郎能够盛装出席，不要再当落跑新郎了。我灿然一笑，我们的合作是结束也是正式开始，用婚姻来交换的利益，迟早会出一个最大的赢家。我很期待这个大赢家最后到底鹿死谁手。当然，我裴月永远不可能输。完，番外蠢猪才深信不疑。我无情的耻笑似乎戳痛了郑玉的心，他低垂着头，沉默不语。你把我叫出来，不会就为了这几句废话吧？有事快说，有屁就放。机会可不等人。郑玉深吸一口气，似乎下了某种决定，他目光灼灼地盯着我。你知道 Evan Brown 吗？废话，我眉头蹙得死紧。从顶尖藤校回来的高新技术人才，手里握着最先进的芯片制造技术。我姐当初还想过挖他，可惜了，天妒英才，早早死于车祸。他的中文名叫柳文如。我心脏漏跳一拍，猛地抬头看他，静静注视着他，等待他说点什么。郑玉逻辑清晰，语速飞快。柳文如是柳安若的亲哥。我打探过了，Evan 虽然死了，但他掌握的核心技术还在，被刻在了他的专属 U 盘里。我需要拿到 U 盘和密码。柳文如丧父丧母，柳安若是他唯一的亲人。我消化着这个信息，怔怔开口：郑玉，你真是歹毒啊！我们是一条绳索上的蚂蚱，
帮我，这份技术正是会和华启共享。郑玉终于说出了他的目的。我总算回神，嘴角勾出一个弧度。这就是你接近柳安若的原因，你想用美男计让他爱上你，心甘情愿不留把柄的拿到技术。既然已经向我递来了合作的橄榄枝，郑玉就不介意向我透露更多。我知道这个办法不耻，你也看不起我，但我没路子了。我得到消息，我爸找到他的私生子了。我需要一个无可复刻的成就来成为我在正式安身立命的根本。谁说我看不起你？我笑语晏晏，轻声开口。我最欣赏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野心家了。我决定了，接受合作，但如你所言，技术必须与华启共享。芯片制造也将成为裴郑两家联姻所搭桥的第一个项目。郑玉扯了扯嘴角，我就知道你不可能不心动。商人为利而逐，而我裴月最是清楚自己要什么，以及利益最大化。郑玉，想办法让他一步一步爱上你，为他编织情网，让他心甘情愿上钩吧。不过，作为真诚的合作伙伴，我有义务提醒你一句，不要让自己陷进去。你要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，就说一声，我们的交易随时终止。郑玉来到我的公寓，递给我一张请柬。我会带柳安若参加这场宴会，你也去。我接过请柬看了一眼，随手扔到一边。这种档次的宴会还需要我亲自出席？杀鸡焉用牛刀，你必须得去。行，那我去了，该怎么演？说好了，我来当恶毒女配，推进你俩感情升温。女配我会，但这恶毒怎么演？郑玉沉默一会，真诚建议，本色出演。你平常说话就有够气人的。我翻了个白眼，可我不会主动找人麻烦。没事，我懂他，你只要出现在他面前，麻烦就会主动送上门。当天半夜，我坐在昏暗的沙发上，笑弯了眼睛，看着郑玉发过来的短信，知道这第一步成功了。他竟然搭上了郑乔。郑玉，别告诉我你要失手了。我晃着酒杯，目光淡淡的凝视他。柳安若和郑乔合作搞我，属实出乎我们的意料，但相较之下，我们更怕的是柳文如的东西落到郑乔手里。失手？呵，郑乔不可能知道这件事，柳安若还在我的掌控之中，只不过要尽快收网了。我拿华启陪你赌，你最好别让我失望，不然我这边缺失的就从郑氏身上找回来。我饮进杯中最后一口，挑眉朝对面卡作抛媚眼的男人递了个飞吻。郑玉，动心可以，但不要忘了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爱情，它会比你所渴求的金钱、权力、欲望更重要吗？我拭目以待。我放下酒杯，不再看他，转身朝花孔雀般的男人走去，所求热吻。看得出来，你已经彻底等不及了，连这个馊主意都想到了。郑玉烦闷地扯了扯领带，郑乔的手伸得太长了，我不可能再忍。最后陪我演一次。我扬唇一笑，一切如你所愿。柳安若，我选柳安若，你不要伤害她。我可以给你钱，要多少都行，5个亿，让我进去看她一眼。我目光扫向柳安若，看她感动的热泪盈眶，眼里爱意深深，感动万分，痴痴地念着阿玉阿玉。我就知道郑玉赌赢了。他抱着柳安若瑟瑟发抖，劫后余生般庆幸地流露真情，拦腰抱起腿软发虚的柳安若，一步一步走下山，不再回头看我一眼。我望着柳安若侧头朝我得意洋洋地嘲笑，但愿她一辈子都笑得出来。裴小姐多有得罪。我舒了舒筋骨，被粗粝的麻绳绑着还真不习惯，不过这是该有的牺牲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朝绑匪以及警察颔首，辛苦了，报酬已经打入你们的海外账户，干净的，没人查得出来。今天过后，你们就不要再踏足这片土地里。是，我们晓得的。从此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。哟，柳安若要生了吧？郑大少还有空溜出来见我呀？在郑玉满是嫌弃的目光下，我懒懒地从南谋怀里爬起来，挥挥手把人都赶出包厢。郑玉坐下，直接在桌上没开的酒水里拿了一瓶最贵的，然后从裤兜里拿出一个小盒子，啪地拍在桌上。我盯了会儿，神智渐渐回笼，摇摇头让自己清醒，
两眼放光的去抢过来。这就是柳文如留下的东西。我转着小小的 U 盘，满心期待地问。郑玉点头，我找技术人员看过了，没有任何问题，里面东西包含的价值甚至超出我们预料。你回去给华企的人看一下，没问题，我们就可以正式商量合作了。有这东西在，用不了多久，郑氏和华企就会彻底成为国内芯片制造领域的龙头。我咯咯发笑，郑宇，你真是好手段，这次我越佩服你的牺牲。下次再有这种好事，我随时陪你玩。郑玉冷嗤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不置可否地耸耸肩。我蹲下身，放下了一束白菊捧花，看着墓碑上黑白的照片，难免有些唏嘘。相比下来，我确实不如郑玉心狠，甘拜下风。我转头看向郑玉，他抱着孩子在亲哄，墓地的环境阴森，小郑旭吓得直哭。他眉眼柔和，目光慈爱，对儿子全是耐心和疼惜，与平日里冷厉果决的模样截然不同。这一年来，我大概也能明白点，郑玉是爱着柳安若的，或者说是爱过他的。只不过，相比于爱情，金钱权势在他心中更重要。他对柳安若再是不舍，再是怜爱，也终究抵不过他对郑氏大权的渴望。我还记得那一天，我们在商定套取柳文如的遗物时，郑玉对我说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柳安若，你不准动她，她是我的，和我结婚，把柳安若当作外室养着，这是他最初的规划。可柳安若和郑乔搭上线，哪怕两人合作只是针对我，也让郑玉彻底动了杀心。我怜悯地垂头看了眼碑上笑容灿烂的柳安若，看吧，这就是恋爱脑的凄惨下场。他爱你，更爱钱权。你不挡他的路时，他尚且会为了他的野心欲望亏待你，不肯娶你为妻，让你为他委曲求全。一旦你不受他掌控，挡了他的路时，他就对你恨不能除之而后快。为什么会傻到相信位高权重的男人会被一时欢爱左右？相比于钱权，爱情不过过眼烟云，到头来这只会成为他们老后的谈资，成为嘴里那割舍不断的纯爱。可明明放手的不是你呀，希望这次投胎能打掉你的恋爱脑吧。全文完。